1974年，毛主席做了一个特殊的批示，解除对林立恒的监护，允许他和张青林来往，他和死党分子有区别。林立恒便是林帅的女儿，小名豆豆。在父亲坠机之后，林立恒遭受了长期的审查，身体健康状况也因此急转直下。在毛主席的特批之下，林立恒才终于结束了暗无天日的生活，但等待他的依旧是生活的重重考验。林立恒的人生经历十分复杂。1944年，他出生在延安，作为将门之后，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关注。出生的时候，她身体瘦弱，且因为战事频繁，一度被寄养在老乡家中，还险些在部队转移的过程之中丧命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林立恒和母亲叶群之间的关系并不好，叶群更宠爱儿子林立国，林立恒则和父亲的关系更加亲近一些。长大之后的林立恒成了一个安静敏感的少女，后来进入北京大学的文学系读书深造，毕业之后她进入了《空军报》担任副主编，那大概是她人生中最顺利的一段时间，但平静之下蕴藏着危机。敏感的林立恒察觉到了母亲的政治野心，只是那时候他没预料到他们一家人最后的走向会是如此悲剧。叶群对于女儿有着很强的控制欲，这让林立恒痛苦不堪。直到母亲去世，他始终没有办法平衡这种母女之间的关系。林立恒人生的巨大转折发生在1971年。这一年的9月，林帅、叶群、林立国等人乘坐飞机出逃。发现这一情况的林立恒内心百般纠结，最终他还是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汪东兴。当然，他没能阻止一切的发生，最后他父母亲乘坐的那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。一夜之间，林立恒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而他原本平顺的人生从此之后也堕入黑暗。9·13事件之后，所有人看林立恒的眼光都变了，林立恒被停职，随即等待他的便是长期的审查。这种怀疑让林立恒变得百般挣扎，从父母死去开始，他的内心就经受着折磨。他不愿意否认自己的父母亲，可是血淋淋的事实却又摆在他的面前，一念之差，他的亲人就有可能为这个国家带来永久的灾难。而人们对于林立恒的态度既怀疑又纠结，人们担心他如同他的亲人一样走错了路，却又考虑到他曾经有过大义灭亲的举动。那么这个姑娘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这样的争议几乎伴随了林立恒的一生。后来毛主席听说林立恒的精神状态不太好，特意让自己的秘书谢静怡去给林立恒带话说，你向林立恒转达我的问候，他和他父母不能混为一谈，叶群的问题不应该让女儿来买单。何况林立恒在揭发他父母出逃这件事上绝对是有功的。周总理也说，如果林立恒不报告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不打电话问他们，他们可以从容地逃走，那事情就大了。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让林立恒稍感宽慰，但他还是无法从压抑的情绪之中走出来。一边是公理，一边是血亲，林立恒不能把任何一方撇得干干净净，这也就导致他的态度反复摇摆。到了1974年，对林立恒批判的声音更是越来越大。林立恒此刻的抑郁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，他对这人世间已经毫无眷恋，于是他竟然决定用一死了之来解决问题。他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，所幸在他性命垂危之际，工作人员发现并紧急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，保住了林立恒的性命。这次自杀失败让林立恒的生活更加艰难，负责审查他的工作人员担心他再度自杀，于是干脆把他软禁在一个只有8平米的小房间里，不能出门走动，而且要日夜开着灯。这样糟糕的生活质量让林立恒的精神状态比自杀前还要糟糕，他每天麻木地待在房间里，反应也变得越来越迟钝，更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。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下来，就连牙齿也掉了好几颗，体重掉到只有70斤左右。最后依旧是毛主席出手相助。毛主席为了让林立恒恢复自由，力排众议，并反复强调林立恒和反革命集团是有根本性区别的。在毛主席的亲自监督之下，林立恒得到释放，同时他的未婚夫也被空军部门调了过来，这让林立恒紧张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暂时的缓解，但他的去向依旧是个很大的问题。空军部门研究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决定把林立恒夫妻俩送到空军位于开封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1975年，政治局做了批示，林立恒恢复党籍真名，安排一定领导职务，要大胆工作。当时负责给林立恒做批示的是邓公，但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，邓公也被开除了职务，
林立恒再度受到牵连。他原本在郑州汽车制造厂分管计划生育工作，担任副主任，但1976年5月之后，他又被剥夺职务，随后下放到车间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。在车间里，林立恒和同事们的相处不算愉快，因为人人都知道她是林的女儿，她身上背负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罪名，同事们并不愿意和她来往，惹上麻烦。林立恒自己也深感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所以他长期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，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了。过去在审查的时候，他已经落下了严重的病根，而在被下放郑州之后，他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，而且以她和丈夫当时的经济条件，也实在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。林立恒不愿意平静的生活再起风波，所以一直咬牙扛着。糟糕的身体状况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。就在这样无望的生活状态之中，时间进入80年代，林立恒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好转，而且他还患上了结肠炎，再不及时治疗的话，恐怕会进一步恶化，有可能诱发癌症。可是林立恒对此却十分无奈，交不起住院费的他，现在无非是多过一天算一天。但林立恒没想到的是，一个人意外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。这个人是他童年的玩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。林立恒多年来历经坎坷，而刘源也是一样的。父亲去世之后，刘源一家人的状况变得非常糟糕，因为刘少奇迟迟没有平反，甚至当初刘源想要上大学，明明各项成绩都没有问题，却因为身份背景没能通过大学的政审。后来还是邓公出手相助，刘源才走进了大学的校园。刘源这些年来遭受的辛酸困苦并不比林立恒少，所幸如今一切都云消雾散了。随着刘少奇的平反，刘源也顺利地从大学毕业，和父亲一样，刘源选择了投身政坛。1985年，刘源被任命为郑州市的副市长。担任了副市长的刘源非常关心当地的工业发展，所以新官上任第一天，刘源就决定去当地几个重要的大工厂视察。但刘源没想到，在汽车制造厂，他居然会见到当年的故人林立恒。在外人看来，由于父辈的缘故，刘源和林立恒之间有无法跨越的仇恨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因为在很久之前，两个人曾是亲密无间的玩伴。林立恒的年纪比刘源大7岁，两个人从小是在一个军委大院长大的。在刘源的记忆之中，这个叫做林豆豆的姐姐经常带着年幼的他一起玩，陪他一起读书。大院里住着很多孩子，他们在后来都走向了不同的路，但在当时外界的纷纷扰扰和这些年幼的孩子们并没有什么关系，那是他们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直到政治漩涡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，刘源和林立恒也走入了不同的人生际遇。从此之后10几年来，他们没能再联系。林立恒忙于为父亲平反，忙于自己的学业，也实在抽不出精力打听自己童年玩伴现在过得怎样。他隐隐约约地听说林立恒离开了北京，但他的确没想到林立恒的状况会如此的糟糕。刚刚走入工厂车间，刘源就发现眼前一个身材瘦小、面容憔悴的女工长得很像林立恒，但刘源一时间却不敢相认，因为眼前这个人和他记忆之中的林豆豆大相径庭。林立恒自然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来视察的大领导是那个曾经跟在自己后面天真幼稚的刘源。在视察结束之后，刘源走进了工厂领导的办公室。在反复询问之后，刘源终于确认自己今天遇见的女工就是自己的童年玩伴林豆豆。想到林立恒那形容枯槁的样子，刘源不禁一阵心酸。他能猜到林立恒这些年过得并不好，于是他特别提出自己想要再见见林豆豆，和他好好聊聊。随后林豆豆便被叫进了车间办公室。刘源非常激动，他喊了一声豆豆姐，这熟悉的称呼唤醒了林立恒尘封多年的记忆。看着眼前的刘源，儿时的记忆与现在渐渐重叠，林豆豆不禁红了眼眶。谁能想到10几年后，两人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见面，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像童年的时候一样无忧无虑了。而且林立恒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的刘源，但刘源的反应却让林立恒感到一丝意外。他并没有提起过去那些让人不开心的事情，反而仔仔细细地询问了林立恒的身体状况。见到刘源如此关切，林立恒不禁有一种看到了亲人的感觉。在刘源的追问之下，林立恒将自己的身体状况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。刘源一听，不禁也为林立恒忧虑起来。他知道林立恒的病不能再拖了，
虽然此时林立恒依旧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，但刘源决定努力地为林立恒争取一下。回到北京之后，刘源就把林立恒的情况报告给了上级，并希望能在北京安排专家给林立恒治病。刘源的看法就和当年的毛主席是一样的，父亲是父亲，而女儿是女儿。虽然人们对于林立恒有种种的误解，但是刘源始终相信豆豆姐是一个好人。在刘源的努力之下，上级终于批准林立恒回北京看病，并允许她的丈夫陪同。兴奋的刘源立刻让人把消息带给了身在河南的林立恒。林立恒接到信之后，不由得痛哭失声，他没想到刘源是一个如此重情重义的人。总之，在阔别多年之后，林立恒终于又回到了北京，时移世易，物是人非。此时在北京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得林立恒，这对林立恒来说倒是一件好事。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，林立恒只希望能过上平静的生活。林立恒在北京治病期间，刘源多次写信过来询问他的病情，两人就这样又恢复了联系。这让林立恒内心十分感慨，如果许多事情没有发生，也许他和刘源会一直做好朋友，能够一起成长，一起走向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当然，世界上没有如果，他们的人生注定是不平静的。1988年，中央再次下达了命令，把林立恒夫妻俩调回北京工作。这意味着林立恒前半生的动荡不安终于画上了句号，他可以开启新的人生了。在后半生，林立恒过得极其低调，他几乎不接受采访，也很少在人前露面。或许过去的生活已经让他备受折磨，对后来的林立恒而言，没有人打扰，没有人注意，是生活的理想状态。所幸虽然经历了很多，但至少到最后，他的身边依然有爱人，有朋友。